YouTube 频道推出超级留言、超级贴图和超级感谢功能啦，让粉丝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感谢，也能使自己的留言以不同的色彩置顶在留言区的最上方。首先，您需要登入您的 Google 账号，才能开始进行超级感谢或超级留言哟。直播超级留言，如何在直播中表达感谢并置顶自己的超级留言？1. 点击进入直播。2. 电脑版请找到直播留言最下方。手机版请进入聊天室，看到留言区右方的美元符号。3. 点击美元符号，会看到超级贴图和超级留言2个选项。4. 点击超级留言或是超级贴图。5. 进入付款页面，您可以选择想要的金额，也可以手动输入超级留言金额。注意，金额越高，您的留言置顶时间越长，可以输入的留言字数也越多。如果选择超级贴图，贴图显示的金额即是您当地的币值。6. 在传送超级留言框中写下想感谢的留言。7. 点击购买并传送，就会进入信用卡刷卡付款页面。8. 填上信用卡卡号、月份、年份、邮递区号以及卡片背面的验证码。注意，红色文字标示者为必填栏目。9. 填写完成后，请点击结账。付款完成后，就会看见自己的留言或贴图置顶在直播留言区的最上方，您的留言也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影片超级感谢，您可以在直播结束后选择直播影片，或选择任何一部您喜欢的影片，随时进行超级感谢。如何使用超级感谢功能？1. 打开您喜欢的影片。2. 点击标题下方超级感谢图框。如果没有看见超级感谢图框，电脑版请点击右方的3个小点，就会看见超级感谢功能选项。手机版请滚动点赞留言功能条。3. 点击超级感谢。4. 选择您想超级感谢的金额，并写下留言。5. 点击购买并传送，就完成啦。请注意，每天的超级感谢、超级留言或是超级贴图，总额度限制是$500，或是将$500换算成您所在地币值的金额，并且每周不超过$2000。如果您想同一天置顶更多留言，可以注册使用不同的 Google 账号，并选择不同的信用卡，那么每一个账号都会拥有每日$500、每周$2000的超级感谢额度。欢迎大家来支持直播和影片。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这个冬季保平安的第2场啊。昨天呢，我给大家这样笼统的哈，给大家解释一下有哪些情况，有哪些类似症状，你有可能要进入感冒状态。这样我经过一个总结，其实大家都很聪明智慧哈，尤其是这些长辈啊，那么还有很多晚辈年轻一点，他就不太在乎吃啊喝呀，这个保健养生啊，就弄得身体要得病了，或者要染疫了，就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有一些小小这个现象和症状，这种端倪发生的时候，我们早点把它挽救回来，是吧？这我们就避免了一场瘟疫性感冒。那么严重一点说哈，保命了；那轻微一点说，也避开了一场感冒嘛，是吧？这样多好呀！所以我也相信大家学到了哈，也感谢大家昨天不厌其烦的听我这么唠叨啊。我也知道我很唠叨，但是真的需要唠叨，我们才可能会理解得更详细一些。那昨天没有唠叨够，今天继续唠叨。今天继续唠叨的内容哈，就比较纯干货，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师父好，昨天听师父彻底的讲解了一下，就是容易发生感冒的这些道理原理哈。其实我们也懂得了，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吃好东西，吃对东西。对，要会吃，别乱吃。要会吃的话，就先了解，是吧？对，你要理解这些菜、这些饭是至少是属阴属阳啊，是吧？是湿啊还是火呀？要有个认识，你才能会吃。对，所以今天也特别期望师父能给我们介绍一点，就是在这个冬季流感高发时期，我们吃点啥比较有抵抗力？对，好啊，咱们慢慢分析哈。对，你们呢也可以提醒我哈，我毕竟是记性不好，年龄又老，所以这个咱们一起来啊。好的。对，那么今天我谈论的一些保健呐、相关饮食的问题哈。只是从我这样一个非医生的身份，那我说到的这些可能与中药啊或者什么医学知识相关的这些内容哈，如果你觉得有疑问的话呢，我建议你在采用我的介绍的内容这个之前哈，最好先问过你的医生哈，这样我们目的是好的，那你吃了呢还要更好、更健康、更安全啊、更放心，那我也就放心了啊。要不然一番好意哈，因为有些人每个人体质不同，对，没错，这个是确实挺关键的。还有潜在的那个疾病哈，每个人潜在不一样。对，有的人是潜在心脏类疾病，有的可能是偏糖尿类，是吧？甚至还有一些脑血栓中风的前兆，对不对？因为当然你正好这个时候吃了一块，比如说吃了一碗炸酱面。完了犯了糖尿病了，说你看看，那我吃了你炸酱面，把我给弄病了。真的，其实也不是哈。对。但是呢，当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一旦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往坏里转变，或者是突然间去世了哈，家人那种情感受不了，就急着说是你给弄死了，还是你给介绍的，等等的。我知道有一些这种像是。我认识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的那些，他们经常有一个组专门处理家属来闹。对，有的是闹的是合理，有的是他是出于他的情感上的接受不了。好好的一个老妈妈或者尤其是孩子哈，他就在这儿走了，说你肯定是你们弄的，也有医疗事故一定也有，误诊误断是吧？但是也确实是有的人个人身体问题。对。你比如说，那个过去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小时候一个消炎药，4个字儿叫啥？清达霉素，是吧？对，清达霉素吧哈，是不是就有人不能打呀？对，是。我记得小时候经常给我打针，就在我的手腕上，每一次都给我扎个小包，试一试，说5分钟小包落下去，不产生红点，说你就可以打这针。是。对，当然现在也没人给打针了啊。那个。他说有的人就不行，我也看过介绍，有的人这一针打下去，人当场死亡，真的有。
有青霉素也有这种情况。对，对，所有的药物哈，其实都会有一个有一定的比例的人是确实不能碰的。就他过敏到可能会影响到生命。但我还说回食物哈，其实我从小其实有点讨厌有一种食物，蔬菜哈。哪一种呀？北方的蔬菜，你俩试一试，咱们来个游戏吧。北方的蔬菜不太。我有点讨厌，长得也不难看，挺帅的。我猜猜看哈，秋葵。秋葵不太你们家常见是你们家北方有秋葵？哇，对对，你从火星开始算北方啊？没有，我直接告诉你吧，茄子。茄子哎，茄子我觉得，那我也不太爱吃。就我小时候说，茄子怎么吃都难吃，它没味道，而且有时候觉得吃了茄子就觉得不自在。我也说不出怎么个不自在。你看不奇特吧哈？这个菜并不奇特，但是你又讨厌它，吃了觉得不自在的感觉，你肯定不想吃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人会吃了，尤其是表面有点毛毛的，比如说猴子爱吃的那个东西，桃嘛，猕猴桃啊，桃，别说猕猴桃，朋友，所有的桃都长毛。是。这个表面长毛的这个水果哈，人吃了之后有相当一部分皮肤发痒，对不对？对，你们难道没有？反正摸过。你们也太粗糙了吧！但我吃那个芋奶就是芋奶，哇，我没听说过这水果。芋奶就是芋头呗。芋头，小个儿的。这芋头就芋头，还芋奶啊，还芋爷呢啊。小芋头，小芋头，它那个皮肤也是有刺毛毛的那个痒，它是毛茸茸的。对，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南方是一定要吃这个的。对，那你吃了之后呢？痒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剥皮的时候那个毛就粘。先不管说为啥吧，反正吃完就痒，之后就想逃避，不想吃它，不爱吃。所以我也尽量躲着它。芋头，对，别惹事儿，是吧？一看着不太熟悉的。一看表面不好惹的，躲着走，是不是啊？是。打不过就跑啊。是不碰。对，咱们说这食物本身哈，其实我们都有，就在我们这个环境成长，也不一定适合于你，对不对？何况是药物呢？对不对？你看咱们说药用菊花，有的人放2朵菊花放到茶里头哈，喝了就拼命打喷嚏半天，就他对菊花这种可能就受不了。那所以我介绍所有的这些。健康饮食的这些搭配料哈，大家第一，你一定了解一下自己的自身是否能接受这个东西。好，还对寒凉的了解，你受得了吗？这个是对自己体质要自己了解。那么还有呢，可以咨询，得去找医生咨询。那我怎么办啊？所以呢，我呢只是善心，在这个时期，瘟疫又一次反扑过来，第3年了。是吧？那我们扛不住了，很多人要上班要生活，对不对？世界都变成紊乱了这个样子，那天气也不争气，也是紊乱，对不对？所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更平安更好。所以我的不得已也怕，其实我怕大家骂我也是，但是我还是出于善心，把我所知道的这个防疫的知识的时候，还有小偏方啊，我们也去上网啊，再咨询医生啊。等等的来给大家推荐一些能够尽量防疫的、尽量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些方法，好吧？就是仅仅出于这样一个善意哈。所以呢，你吃出什么问题来之后，你尽量别找我，好吧？不是尽量不要找我，我是善心的给你介绍。如果觉得有问题，自己别碰，好吧？一个是别碰，第二个咨询医生啊，这样就比较好啊。真的是感恩。我先声明了哈，因为这个哈，你就出于好心。但是确实有人不适应，但是你又怪他说师傅说了我就信，师傅解释的道理，你要了解我讲的道理，你适不适应？就比如说我讨厌茄子，我就不吃它，我干脆惹不起我就不吃。猕猴桃不吃，他们说多甜我就不吃，连桃罐头我都不吃。我很少买个画上的画桃的，没有又有桃的我卖出去，对不对？我尽量不挂在我屋里头。桃吧，它就意味着是要逃的，对，所以就不要的。那也不是那个意思，收不住。
你上次我买了个瓷板画，上的画桃，我就送给觉珍了。哦，他一见桃就，八字合，哎呀，跟那家觉珍师姐伙，八字蛮合的。他可是爱桃了。啊，是，哎，他爱吃桃哈，保证里头桃核他不会吐出来，空通咽下去的，是这样。哎，实在不行拿棍儿捅一下就下去。哎，他就那么爱吃桃哈，所以这个特性大家也知道一下哈，那理解我的用意了哈。那我先声明完之后，我就讲下面我就没有障碍了哈，好的，放开讲了哈。好，请师傅来给我们指导。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能够防病啊、防感冒、防综合病症的一些这些食材啊，这些应该就是食材，好的，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可是我们很多百姓哈，尤其是妈妈奶奶级的很多人哈，还不够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师傅您推荐的第一种食材是什么呢？第一种，大家小心扶着椅子哈，非常震撼，叫大蒜，大蒜这是中文名字。很常见呐，对呀咱每天这是我们都用。对，大蒜。啊，大蒜这个东西哈，就是凡是做菜的人天天都要用，对不对？对，可是很少有人了解它的真相。哎，我们都是叫爆蒜香，这个哎蒜在油里一爆调味会有蒜香哎。中国很多地方的菜肴之中哈，都有爆蒜香之后对做面呐、做菜呀、什么之类都有哈。哎确实，它调味一流，对不对？但是生吃味道比较刺激，是不是啊？是，那你切蒜多了之后，还会淹得眼睛辣眼睛流眼泪，对，是吧？好，这个大蒜哈，在人类整个发展历史上哈，我觉得真是阿弥陀佛一大功臣呐。它怎么个功臣呢？比如说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哈，比如说我们居住环境之中，卫生状态不是很好，对，卫生状态是吧？比如厕所比较开放，啊，那动物拉屎解便的啊，那它也不会有厕所哈。这个相对这样，它就容易染细菌的这个环境。这样地区的人，他们的健康哈，可能有一半以上，就凡是入口的，一半以上的食物的卫生、防疫啊、杀菌都是依赖于大蒜。第二个环境地区哈，就是吃肉食为主的畜牧业地区，青海、西藏、蒙古，内蒙，对，这样有畜牧业的地区，哎，那里呢，它吃的都是叫肉食，是吧？哎对，肉食它不像粮食哈，粮食容易存放，肉食不易存放。现在当代哈，就近30年才有那种大的冷库哈。这一个地区一个县城可能有个超大的冷库，天天用那个大冷气的冻着哈，这个肉可能能放1年啊。我相信半年以后味道也开始变了，就是。那过去呢，它肉怎么放？不易放，对不对？小时候我们看见杀猪的、宰羊的，我们先不讲佛教的要求的礼仪好不好？咱们说人类的生活。对，啊，又是血又是肠又是粪便之类的，那些肉就放在那儿。你觉得？物理，你觉得在中国长江地带的话，夏天哈，一块猪肉能放几天呢？就1天就坏，对，也就第2天味道就变了，肯对吧？定就要发臭了。对，都差不多。只要温度哈超过差不多15、16度，你这个肉是放不住的。在马来西亚，我们通常吃了剩饭之后，有很多人不用打包。如果你第2天没吃，第3天一吃就是馊了。它变质了。对，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受到的这个教育，就是说，如果食物放在常温下常温下4个小时就会变质了，对4个小时。 4个小时就变质，哎呦，真快。还是装在肚子里。我前2天我吃的面包，时间有点久，那我是放到冰箱哈，啊，那放了整整14天。哎它上面就有购买日期和发票。我说昨天怎么都是有点晕乎呢？就是，原来放了这个已经可以酿酒的面包造成的。我终于知道酒香面包罪魁祸首哈。那么还有特别需要蒜的地区哈，就是沿海地区，海岛沿海，人类在吃海鲜的时候哈，其实人类吃海鲜和我说吃猕猴桃一个道理。海里的这个东西哈，它所有的生长
是它那个生长环境不是生长在空气下，对不对？对，在水里的。对，它完全是在海的那个咸水里头。是。它在里头，不管是活着跑的，就是动物，还是植物，是吧？还是漂浮物，它的生长环境和人类地面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所以人类如果依赖它来成为食物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很多的东西是人受不了的。对。尤其是就是你的肠胃乃至你整个身体受不了。咱们先说有一种东西啊，就是河流里的有一种小鱼，在日本胖胖的，像小猪一样，河豚。哦。多少日本人为此壮烈牺牲，对不对？说要吃美味鱼，一定吃河豚，但是吃了河豚不一定再能见到亲人，是，只能见到往生的亲人，是，那就是河豚的危险，对不对？是。还有海里的，高风险的食物，海胆、海星，海马，很多东西海里的这个动植物哈，人吃了之后特别容易有反应。对，它毕竟是异类，跟我们这个就是动物的这个类别差别太大。不，我说的这个异类，就是差别太大了，生活环境。对。所以呢，但是海滨的人他就要依靠，他可能都没有种地，他就要依靠到海里捞食物上来吃，对不对？就像陆地上守这个森林一样，他还靠狩猎去拿箭去射杀一些动物来吃，对不对？陆地上的你还让你受不了了。海里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它有很多的结构是不适合人类的。比如鲨鱼到海里随便咬，它几乎都能适应得了，很少能过敏，对不对？但是人要吃海里的这些东西，有1半以上都是过敏，还有1%的少数的这些东西，你吃了就可能中毒。不要碰。对，海里的东西还是尽量，我们都不吃海鲜的比较好。所以就会有好心的网友说在海边的沙滩上，看上特别彩色的，像气球一样，就是那个气泡泡的彩色的一种东西，你也不知道，很多人过去用手摸，等摸完之后回去红肿，全身烂掉。对，特别危险。是吧？那师父说，大蒜对于这个沿海地区也是非常常用的一道，他们用作也是提味呢，还是用作什么样一个功能啊？它呢，其实我们理解笼统上来说，就是消炎、杀菌、杀毒。我要把你杀掉，因为大蒜是长在陆地上的，所以它杀的部分杀的它没见过的异类，它都称为是病毒。大蒜没见过东西，大蒜没见过海，他没到海里出过差，没听说海蒜，没听说过。他遇到海里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见过，他就对它产生攻击。所以大蒜素当中有很多能量它就能够所谓消炎，就是消炎干嘛？就杀菌杀。什么叫菌呢？反正我不熟悉的都杀。它和道德没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特性，相克吧。对，比如说今天弄一些螃蟹、龙虾。海胆、海星，这里面它特别容易过敏那你就不吃吧，没捞到别的，今天就捞到这个，怎么办呢？虽然你煮熟了是没用，吃了就可能中招，还是有很多。怎么办呢？我就看到中国那个大连地区的人，青岛人，在吃这些海鲜的时候，那个蒜呢放一桌子，一碗一碗放的，更多的看着好像文明一点的，用刀把那个蒜拍一拍，倒点醋，冲就撒上去，撒到这些煮熟的海鲜上，再来吃。就是因为这样，他把它海里当中这个生物的一些特性就把它给去掉了。就给平和掉了。本来能刺激人体的或者给人带来伤害那个东西，它通过这个蒜汁给它改变了。这能改变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改变。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山东沿海，到大连市，那人长得又高又很好看，漂亮。对，但是别闻他的嘴靠附近哇，那个嘴都是大蒜臭，因为他也依赖海鲜呐。对，所以他不得不吃蒜。理解。我发现有些老外他这个不分老中老外，住在沿海地区的人都得吃蒜，不吃蒜他无法生存。所以这个蒜的这个特殊性就非常的厉害，所以它能够这个通达诸窍，它能够让我们这个窍就能通达。
这是中国历史的老书哈，这《本草纲目》当中说的。这大蒜就是个神器哈，它能够避邪恶、消肿痛、去寒湿、达柱窍。你看神奇吧哈？神奇。它能给你通畅通窍。对，哎，它那个辣劲儿哈，一下通过经络给你打通了。就是对，虽然它的味道熏哈，但是正是它那个味道当中正含有这个大蒜素，是你的开路先锋，就是因为这个味道也产生了让它疏通的效果，乃至杀菌的效果啊，对，太好了。所以它对这个细菌呢哈，还有肚中的这些肚子中的蛔虫啊，还有那个叫什么虫来着？绦虫，寄生虫吧螨虫，啊就是那肚种子哪有螨虫啊 ？My God， 都忘了。肚子里就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哎，所以你们考试的能考100分不容易也是哈，临时反应不过来了。大肠杆菌，它住在肠子里的，住在肠子里哪来螨虫啊？啊，螨虫一般在脸上哈。忘了哈。我觉得螨虫它也治。你脸上有那螨虫包哈，你真有那个胆量的话，你用那个蒜稍稍涂一涂试一试哈。我相信涂半个小时之后，你那个涂的地方就变红了，它那个杀伤力开始产生作用之后，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可能那个螨虫包就被杀死了。你的脸就恢复了美丽的容颜。哎呀，真好。对，它对这个毒虫啊，是蛇咬啊，那蚊虫叮咬啊，什么那个什么带尖儿的那个蝎子啊，毒蝎子蛰呀，这些都是很起作用的。如果你是怕那些毒蚊子咬你，对不对？你在出去前拿蒜瓣直接抹一抹，它的弱点不就是有味儿嘛，是吧？但是抹完之后，蚊子那些虫不会叮咬你的。哦，那很好，防难蚊水。怪哦，难怪就是在北方一些农村的家门口，我看他们门口门帘就是挂着一溜大蒜，没错是吧？啊，挂着一溜那个辣椒，就是咱们古代这些祖宗们哈，对，他把这些一个是我们这个四季收获的这些庄稼啊，代表都要冲着南面哈，哎，再放在墙檐底下挂起来，代表着五谷丰登的吉祥。然后还会把一些他认为具有医疗作用和保护作用，甚至觉得有辟邪气的一些这些特殊的药材，挂到这些房檐下，挂若干条。比如通常哈会挂几条蒜。它长蒜的时候，蒜呢是这个蒜苗的根部，其实哈，上面呢长一个茎，有叶子是吧？它也把它编起来。所以挂的不是一条蒜，若干条蒜挂在房檐下头。他觉得又能存放，你看还能保肝，还有辟邪气。还有呢会变那个香菜。香菜也能变起来，也是治病的呀，是吧？清心明目，疏肝利尿，是吧？变个大辫子挂起来。真要过年过节，还可以拿一节来炒菜、做饭、入药，是吧？都可以。还有呢？还有艾草是吧？艾草没错了。到春天，艾草一长起来之后，大家收一些艾草哈。很多收艾草哈，它比较成熟，是在夏天哈。到了夏天，割一下艾草回来哈。艾草最好连根拔，也是变成辫子挂起来。艾草用途更多，又是防瘟疫。艾草一开始出来就是防瘟疫，也是通诸窍啊。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呢，一个是叫粮食类、谷物类的啊，挂在房檐下，还有再就是祛病辟邪的这些，我只能称为宝物哈。是，也是挂在房檐下。还没有完呢哈，我之后会慢慢给大家介绍。像我们的风水养生知识之中很多呢，很多，我慢慢来哈。好，所以我现在这会儿说的是大蒜呢哈。所以它对于杀菌啊、通畅啊、保护肝脏啊、保护肺部不要被细菌感染哈，咽喉不要被感染啊，对于这个防范这些瘟疫、这些细菌的攻击哈，我觉得它就是我们人体卫士，它有这个作用啊，就是非常好哈。是呢。对，所以的话，防感冒。防拉肚子，防这个肚子不舒服，那特别容易的事。但是你要用到一定的量。如果量不够，叫杯水车薪，对不对？比如说你炒了炖了一大颗白菜，放了2瓣蒜，这就不够。它有大蒜素，但是比例太少，你又煮熟了。
所以它那个功效呢发挥不了那么强烈。对。哎，师傅，那怎么样能够让就是大蒜素就是大蒜里含有的这个大蒜素是最有功效的，就是起到刚才讲的，就是就是杀菌啊，还有防消炎、防疟疾呀，就是还有啥很多这种肠道类的这种病毒啊这些的，是最有是大蒜素哈。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大蒜素充分的，就是浓度最高、含量最高，让它发挥出来呀？我们如果一煮的话，这个大蒜素还能够保持那么高的浓度吗？就是凡是我个人认为哈，我也做了调查，就是这个如果是煮熟了、炒熟了，它的作用会减少很多。哦，比如说如果生吃过了，生吃的话，就是说不砸碎来咬着吃，是应该作用是最大的。但是你可能你的肠胃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它毕竟是辣，辛辣了，辛辣。所以呢，通常呢，我们一般就是捣碎，拌着其他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说，我们的肠胃在接受它的时候比较容易。好吧。好。因为大蒜汁如果在食道之中停留太久，食道会烧伤。这是我个人善意提醒哈。是。那所以的话，通常我们在北方使用大蒜的时候，通常是捣成蒜泥，或者是用刀拍碎它。它不像泥状，对不对？对。不是泥状的一种分解状。那么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如果再倒些醋或者酱油进去的时候呢，这样这些调料呢，酱油醋的调料呢，或者盐和它中间中和一下。这样我们还有的是拌黄瓜、拌青菜的时候呢，我们在接受它的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对人体灼伤的那个能力就消解了。但是对我们防病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也要吃到一定的量，它才能产生那么大的强度。就是这样的啊。是。所以大蒜呢，我们经过这个，对科学家对它的了解的话，对，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哈，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老先生在《本草纲目》里就讲到，这个大蒜能够治湿气温病，就是能够治瘟疫，就是瘟疫，对，霍乱胀满，对霍乱，还有镇结疟疾，对疟疾。还有蛇蝎蛰人，就是前面你说的两大类都是瘟疫，都是瘟疫。对，还有被蜈蚣咬的疮，就是蝎毒这些虫，就是有毒虫的叮咬哈。没错，你看多有效啊！真是很强的一个药。是，不知道西方科学还有对这个大蒜有没有什么研究？肯定有，来。那个，我给师傅讲一个典故吧哈，就是我们查到的哈。对。其实大蒜在西方欧洲啊，很早就被使用了。就在古罗马那个凯撒大帝那个时期哈，就是他就让他的士兵每天都要吃大蒜，来增强自己的体能和抗病。然后当时也是瘟疫盛行啊，然后跟他打的敌对的那个兵啊，就看着人数不断的减少，因为扛不过那个时候的疫情。就是不用打。对，就是疫情的士兵都放倒了，对，要么病要么死，对不对？是。你看他这么只要保证健康就能赢。对。厉害。所以最后他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古罗马帝国。那是多少年前了？差不多，我觉得4000年。我那么早的时间了。你看古罗马人就那么好的善用大蒜。是。太智慧了。师傅您还记得吧？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在中国也是。那个时候不是乾隆也是派他的爱将，我都忘了那个大将军。对，他去打北方西北都胜了，但是他唯独就是在那个缅甸那一块没打成。那个地方也是乌烟瘴气就是那个瘴气比较重。对，就是容易让你病倒的那股气。对，所以其实在那种环境下也需要用大蒜来。对，所以如果福康安这个做大蒜的时候也知道有这样的功效，兴许又不一样了。当时大蒜收的不多，我是玩笑说哈，没看历史。但是福康安那个确实打了很多地方打赢，就是打缅甸打不了。对，真的是好。那我们在临床的记载上哈，就是
包括中国还有印度的古代医学，都用大蒜来辅助呼吸和消化。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以为大蒜只是对饮食吃到肠胃里的，有一种杀菌消炎的这样的作用。其实啊，大蒜对呼吸道疾病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疗效的。对，它对于大蒜素大蒜中的大蒜素，对于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炎症、肺炎还有肺结核等，都具有一些预防和少少的这种治疗的功效，还都是有效果的。真好。就感觉好像它是保护这个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卫士，就像师傅刚才说的啊。对，这是古代的外国哈。对。哎，你看用的已经很广泛了。这大蒜哈。好。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呢，用大蒜用的也同样是非常的广泛。对。那么现代医学的话，你们介绍一下哈。现代的医学科学之中，说大蒜之类的这个元素哈。对现代这个人体疾病来说，通常他们比较肯定的有哪些内容？好，就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对于一些流感，还有这种肺炎上呼吸道感染这些有作用以后我们还有查到了，就是对保护肝肾器官和降低胆固醇、抑制动脉硬化方面也有不错的效用。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不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重点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讲的防感冒是对肺的。其实大蒜还有一个是防治肿瘤和癌症的效果。对，它这个是最难得了。对，它其中的锗和硒这些元素就可以抑制肿瘤细胞和癌细胞的生长。所以就是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对，我们看美国国家癌症组织他们的一个研究结果是说，全世界最具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位居榜首的就是大蒜。你看，真好。真好。就美国人也觉得大蒜是个好东西。对，这个都是人类嘛，也都有病乱投医，所以就看哪个好有效，我们就去用哪一个是对，是对的。好。再给师傅讲一个略为近代一点的故事就是英国人其实以前在，他因为是个岛国嘛，他就不像欧洲大陆人一样就常食用大蒜到了18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鼠疫。那个时候，英国的传教士就死了很多。其实传教士也是不断的在外面进行传教的活动嘛，奔波呀。对，奔波。好玩的是，同时那个时候法国人爱吃蒜，所以呢，大家都在就是欧洲各地传教嘛。法国传教士他们就安然无恙，能够好好的避过这些鼠疫。所以一开始那个英国人也不知道咋回事，为什么这些事儿都落在我们英国人头上。后来才发现观察到法国传教士就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爱吃大蒜。所以一开始英国人是不喜欢吃大蒜的。通过这个事儿的比较以后，他们才了解到大蒜对于防这个鼠疫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果，防病防瘟疫。对，特别有作用。然后到了2次世界大战，第1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次当时呢，一打仗，其实药品都是匮乏的。无论是哪个国家，你像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属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很发达的。但是，一旦战争爆发，这些物资供应都是会匮乏的。是。好，到了那个时候，英国的军需部门他们购买了10吨大蒜来榨汁。因为大蒜汁干什么？光吃嘛，让士兵吃嘛？它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匮乏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战场上的这个医疗就是我们讲就像白求恩那样的就战地医疗的时候都没有抗生素了，也没有杀毒的消毒杀菌的这些，就是我们讲酒精之类的都不够了，所以他们军需部门是购买大蒜来榨汁，再把这些大蒜汁涂在纱布上，来清理伤员的枪伤的伤口，来做到这个消毒作用。你看，所以等于是当代战争中
当你没有这个消炎消毒的这个医药之后，对，用它来消炎消毒，对，来治伤口防止细菌感染，防止这种感染。你看这个大蒜多重要。对，所以大蒜还被称作为是战场上的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嘛，它就等于是一种替代品啦。哎呀，那真是一个宝物，真是好。吧？哎，平时就真的没那么重视。我们不知道。不懂得，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哪里人，山东人还是西北人哈，就是吃面的时候都爱生吃蒜嘛，就是叫一口面一口蒜，一根葱一口蒜，就是然后就是不吃蒜，这味道少一半，对，就这样子。其实他还是很有这个，差不多山东人嘛。对，不光是口味的问题，其实还很有智慧，就是把这些讲到的这些道理都融进去了。他山东人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有个好老师叫孔子对不对？有智慧。孔子说：“多吃大蒜防病毒啊！”是，这是我编的哈。好，确实这吃蒜真防疫，这个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你信不信的哈，这已经成为了历史事实，是不是啊？从古代的战争是吧？罗马皇帝是吧？他说你们病到我吃蒜我就不病，你看，4000年前真的，再到现在的二战用于药。是吧？尤其是当时的俄罗斯哈，这多了不起！这是谁先发现这个秘密，谁就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没错呀，乃至最后的胜利。对，在欧洲哈，若干次战争哈，若干次战争之中有好几次，就是因为两边别打仗了，瘟疫起来了。现在俄乌也在打，对不对？瘟疫还在感染着，我们还在打仗哈。当然，我们一般不提政治，但就说现实这个问题。在古代也是，在欧洲好几次战争之中，瘟疫也来了，那什么黑死病之类的哈，你都不用打，还鼠疫，人全死在那儿了，你怎么打？但是如果你有方法，能保证让自己少传染、少感染，你就赢了，都不用打，对不对？那他们依赖的是什么呢？大蒜。所以呢，我们呢也介绍给亲爱的网友们哈，也知道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乍一说，哎，这个上嗓子。就是对治感冒的东西，还吃这个辛辣的食物，我一开始是觉得听起来是矛盾的哈。但是我们去越研究它下去之后，说这个东西啊，真的不吃就傻了，这个还真是防疫。是，我们先防疫，我不去被感染哈，我还健康的活着，是不是啊？先保命，而且本身它对癌症、肿瘤本身都产生抑制作用、治疗作用乃至防治作用、医疗作用。有这么强大的作用，为啥不吃它呀？对不对？是，还适当的加些量，吃一些哈。对，是真的很好，所以才今天给大家这样介绍的啊。真的感恩师傅。不客气。大家都知道的大蒜，我今天还跟物理老师说，我说小时候一感冒发烧就去打青霉素，打了那么多针，早知道的话多吃点蒜。对呀，是捞一瓶子腊八蒜就吃就好了，对不对？真的。所以说也正好给大家说哈。这个腊八日都过去了哈，过去几天，就是在这几天你买上蒜瓣，就是倒上醋，就是我们一般北方人吃的那个醋哈，就是陈醋类的醋，只是倒醋就可以了，应该不放盐嘛哈，不用腌它的话哈，就把你一个大玻璃罐给它洗得干干净净、擦干净，就把蒜瓣剥好了皮儿之后呢，就放进去哈，完了之后呢就倒上醋，那么很多年轻人也不懂。我能倒水果醋吗？回答我，能不能？不能，因为就变味儿了。台湾人做梅子醋，什么苹果醋能不能倒？不能，味道怪怪的了。说甜不甜，说咸不咸，说男不男，说女不女的，那不行啊！一定要恩怨分明，阴阳分明。那个时候主角就倒陈醋，对，好吧？陈醋，那腌个10天半月就变绿色了，蓝绿色特别美哈。对，青绿色的。咱这有吗？没有没有，算了啊。这个腊八醋腊八蒜哈，它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哈。这个醋和蒜，它都有了那个保健的作用，防病的作用。对并且呢，不刺激胃口了。好，为啥吃腊八蒜？其实我们上午我跟你讨论的时候，你说过年为啥吃腊八蒜？就一直没说出来。我告诉你哈，就是针对过年的时候大吃大喝，是不是啊？你的这个体内中积聚了很多不该吃的那些能量，全部塞在胃里头，你身体受不了。没错，一下3高就起来了，
是不是啊？血糖就上来了哈，所以是不行的。对，那怎么办呢？配吃腊八蒜，哎，就能针对过年的时候大吃大喝起作用。就是这样吃，我们也提醒网友哈，如果你听了我的课，你就一定必须做到大年把自己的嘴管住，别大吃大喝，对，好吧？我们那个在饥荒年代，你来我家做客，我多做一些好吃的给你哈，美食哈，这个是尊重。今天大家肚子里头不缺这个油水，不缺这个营养，你再给他大吃大喝，你就有点笨，好吧？你的待客之道不真诚，而是在应付对方，是，对不对？是，你还不如说今天咱们吃点啥呀？说我不饿，咱们随便青菜煮面条吧。那你就照着客人这么说，不就很舒服吗？你吃的也清爽，他吃的也健康，反而更知心更好，对不对？你给你们老人家，你也不能说来些大炖肉来吃吧，是吧？本来身体就不好，吃一下还脑血栓了呢，所以一定要小心啊，别大吃大喝啊。所以腊八蒜原来就是针对过年，好，油水多了，是不是啊？热量高的时候来给你解毒的，解腻解油的，解油解腻解毒，太好了，对，你看都是有讲究的呀。这咱们老祖先哈，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健康卫士大蒜，对，你有功啊，大蒜用起来，对，而且呢，过一会儿哈，我们会给大家，我亲自研究的哈，带着我们这几位都是超高级知识分子哈，都是国际一流院士哈，我们一起研究这个，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能够吃大蒜的一个保健的方法哈。过一会儿给大家演示哈。我们还会继续议论一下这些能够让我们保健预防的食材的哈。第二项。对，第二个宝贝是谁呢？看看是谁哈？是谁呀？好，第二个宝贝啊，其实跟大蒜有点像。个头比身材大蒜很像大，对，大一号，大一号，对，颜色也很漂亮。它就叫洋葱。对，洋葱啊，它跟这个大蒜也有点近似啊，其实还是有点辛辣味的，是不是近亲吧？应该是近亲表对兄弟吧？对，是。所以呢，它的功效也是哈，它能够治疗风寒咳嗽，还能够祛痰、杀菌、健脾胃。你看，接着还能够促进这个咱们的肠胃蠕动，其实也是帮助消化。哎，是不是跟那个大蒜特别的相近啊？哈。师傅前2天我们那个网上还给大家分享洋葱止咳汤。对对，好多网友都写来他们的分享说，哎呀，吃了这个效果特别好，哎，当天就去煮，晚上咳嗽就减少，能够安心睡觉了。我跟你说哈，这个洋葱止咳汤哈，还是咱们特别好的网友贡献给我的。知道吗？感谢网友。哎，他跟我学了才1年了哈。这个人真天生活泼撒。他说师傅，我呢有这个秘方哈。对，但是他说网上我看的也有人这么传，那我也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告诉别人就告诉我哈，因为他和他周围的人都使用过这个方法，对于止咳特别好。我一开始说洋葱止咳就有点反呢。哎，对，我还纳闷呢。先拿在附近认识的人说，哎，有咳嗽需要的时候你就试，于是真的挺好。所以我才在网上公布出来哈。哎，很多人也是反应非常不错的。这洋葱哈，是。接着继续讲洋葱的科学道理。它呢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所以对抗炎、抗病毒也是一把好手。呱呱叫，所以我们的第2位明星哈，明星食材就是很厉害啊。对，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啊。对，抗氧化好像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升免疫力。不是你说抗氧化的时候说那么轻松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似的，听抗氧化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它算老几啊？它算啥？抗氧化有啥了不起的？这个是确实那个也不是特别了不起，就是如果你一直不氧化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老。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啊，那你说的直白一点，苹果放在空气当中氧化了，它就黑了、锈了，对，然后就废了，就是慢慢的就不能吃了。如果给它喷上一层喷剂，就叫不氧化喷剂。对，那这个苹果呢，
7、8年之后还在那儿，一切开还是脆的。对，基本上可以这样永葆青你春。看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辛追夫人也是，她那个墓里面出来的，对不对？都是洋葱味儿是吧？不是，它就是那个也是密封的好以后，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没有被氧气，就是或者对空气腐蚀了，所以它才能把自己的这个尸体保存没有的这么好。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不容易被氧化的，就是说，就有点像长生不老的感觉，对，就是人类就是这样一个延缓矛盾体衰老。就是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在延迟啊，哎不延迟的话，就是长命百岁，甚至活到150岁都有可能。是，其实我们就很奇怪，你看我们的生命离不开氧气，我们是靠氧气活着活的。对，但是同时，当我们吸收氧气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又比方说也被供氧供氧气给血，消耗。对你同时慢慢的还是会被氧化。其实被氧化就导致了我们终将会走向衰老，乃至于最后的就是衰竭。生命的过程啊。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讲到哈，你在马来西亚很多食品哈，容易放到腐坏，除了它天气热之外，它也是被这个氧气给腐化嘛，有这个一个大的因素，对不对？但是如果这块是真空没有氧气的话，是不是这个食物就不太容易坏啊？是。哦，好，那师傅还要跟您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洋葱里呀，其实它也有个叫洋葱素。那么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其实我们的网友是知道的，以前我们有介绍过的，那就叫大名鼎鼎的胡皮素。胡皮素和洋葱有什么关系？是洋葱里含有的这个一种素，对，一种物质元素，它就叫胡胡皮素。这个胡皮素特别好，它就是帮助我们抗氧化，所以经常会说，哎呀，其实我们女的不是整天就是要美白呀，要折腾脸呐，折腾身体呀，就是不要老啊，干什么的？其实就是尽量的让我们的皮肤的细胞不要过早的被氧化，被氧化就容易产生很多色素啊、沉淀啊、衰竭呀、这些东西的哈。这只是起一个最小的一个例子而已，让大家知道这个氧化过程。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经常吃含胡皮素含量高的食物的话，就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尽量的减少它被氧化的这个时间啊，拉长这个时间，也就是保护住我们这个身体了。对，我们的身体和细胞乃至器官哈，让它不要老化。这是个好东西。对，那这个东西叫胡皮素哈。对，哦，太好了。对，所以我们也给大家。除了这个洋葱这个明星产品以外，也给大家推荐几款富含胡皮素的其他的食材。好，那么它第2名是谁呢？第2名就是茴香。哎呦，这个茴香本来就很好吃啊。现在转折了哈。是富含胡皮素。物理师姐想给大家推荐呢，就是含有较多胡皮素这样的其他的菜类哈。所以是这个意思哈。转折了一下，来，对，就是茴香。对，茴香，还有羽衣甘蓝。羽衣甘蓝。对。这个就是在西方是非常推崇的就是也是富含胡皮素。现在这个亚洲的很多菜店是能买到的这个羽衣甘蓝哈。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款奶昔，我们的菩提瘦身奶昔。对，这个奶昔里的一个主材就是羽衣甘蓝。是的，是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羽衣甘蓝呢，咱们就亚洲就用芥蓝来代替。对，因为芥蓝里也是富含胡皮素。用这个胡皮素呢来保护我们的肝脏。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是好。另外还有比较高的含的话呢，就是西芹和蔓越莓。西芹就是西洋芹菜，就那大粗杆。芹菜其实啊，它对于保健来说是特别好的，特别好，我也推崇它。还有一个 cranberry， 在我们北美、欧洲还有亚洲都很流行，叫蔓越莓。蔓越莓，对这个莓的它的口感没有特别的好吃，但是它里面就是富含这个胡皮素，抗氧化性特别好。哎呦，像这个在菜店里能买到吧？你说哈，蔓越莓，能买到。但是很多地方有卖这个蔓越莓干儿的，对，它是干，就一盒一盒、一袋一袋的，所以很多食品店都有。所以就咱们这几种食材也都能买得到，所以多吃。你看茴香饺子、茴香包子多好吃啊！哎呀，昨天师姐还给我包了一顿茴香饺子哈。是。哎呀，所以我就是
能量充满了。对，咱们沾了师傅的光，我也吃了。我总感觉我今天比昨天更年轻了。耶，我也是觉得时光倒流了。对呀，就是茴香之中的蔓越莓，不是蔓越莓，茴香之中的胡皮素，对，起了作用，保护了我呀。胡皮素让我们时光倒流，是吧？如果我要吃1个月的茴香饺子的话，我跟能倒着庆祝1岁，是吧？是，真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对，真好哈。那其实洋葱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师傅之前直播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它的降血脂。哎，是，师傅再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你先讲吧，我这个老了，我讲过去就忘了呀。我记得师傅就说它，因为它的形状像心脏嘛，所以它其实非常能够就是通血管。然后我们查网上医学真的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对于冠状动脉的疏通啊非常有帮助。所以洋葱你看，不光是能够消炎呐，这样杀菌止咳，还对于降三高、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都非常好。对。咱越说越神了哈，神的还在后头呢。现在我还憋着劲儿不说它啊，那以后专场讲它啊。好的。对，其实它对肾脏哈，就是老年人肾脏，不论男女哈，肾脏膀胱系统的保护哈，也是非常的厉害，是这样啊。也同样会对，我觉得会对这个癌症肿瘤类也是产生很好的抑制的作用。对，这样特别好。我们期待。这是洋葱哈。第2项这种叫做卫士级的食材，又容易买到哈。对，咱们是不是？对，我们还有个小小的提醒哈，给网友个提醒，因为洋葱也毕竟是一种辛辣性质的这样的一种食物哈，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量食用就是这样，啥都不能过量。对，过量食用还是容易引起一些身体的发热啊，这种燥啊，还是会引起的，所以大家这个上头还是要注意，还会刺激的。咱们说到的，不管多好的这个饭食或者菜哈，包括像刚才讲的蒜哈，这个量哈。还是要控制，因为我们从平常炒菜放2瓣蒜，那种只是叫最初的调味儿。今天我这一讲完了之后，说我这一顿饭一定要吃4头蒜，说这个可能让你的胃不舒服，或者是让你上火，因为就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胃口没有习惯一下接受这么多的辣的物质哈，所以它可以增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太多了之后让你的身体它无法接受它。它有个承受力的问题，好吧，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是，对，就包括像一些就是患有皮肤瘙痒性疾病的，还有包括一些眼疾就是眼部也是善心提醒，对，我是宏观提醒，对，我就说这个量都别大，自己有自己的问题要小心，好吧。弄过葱蒜之后，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一揉眼睛就很辣哈。是对。好，这样我想呢，要不然大家没那么多时间哈。我们准备的宝贵的内容哈，咱们现在给大家讲第3个法宝，法宝级的宝物卫士是什么呀，师傅？我不神秘了哈，我的衣服颜色差不多，叫姜黄。姜黄，对，姜黄。这个我们听的不太多，这一类的。对，这个主要呢，它是在这个印度这个区域哈，印度这个大文明古国的这个周围的人哈，用的比较多，就做咖喱饭的人啊。你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姜黄，这是真姜黄，不是演出来的哈。在马来西亚很容易买到，也不贵啊。对，这个姜黄啊，那么它那个为啥叫姜黄呢？它那个是一个根茎的植物，所以你再看到它那个根茎的那个样子哈，就和咱们炒菜那个姜呢非常像，只是颜色呢就是稍微深一点，它那个，所以它这个样子，它的属类，我觉得都属于姜类的。对，对，它呢就是比我们吃的普通的姜颜色重，如果放在一起对比呢，它里面的肉哈偏红黄色，就是橘子、橙子皮。对，那姜呢就偏白。对，但它和姜长得很像哈，姜也是很好的东西哈。对。但是姜黄，只能说叫更神奇。像我们华人呢，能吃姜黄的人比较少。除非你生活在印度或东南亚地区，
容易喜欢吃咖喱的人，通常咖喱饭之中都配了姜黄。这个东西应该说救了印度人。在印度的古传说之中哈，这都是神赐予的，赐予给印度人的一种宝贵的食物。它首先说能辟邪，首先它是个吉祥的东西。就因为特别吉祥，是神赐给的，所以呢它能辟邪。印度人把它用到了极致哈，就是上至染头发，再接下来美容。做面膜呢？我现在说的根本不是玩笑，我说的是很正经的。是吧？你那个皮肤干燥是吧？你到晚上是吧？弄点水，研一点这个姜黄末在适当的区域，比如说那个色斑多了，或者颜色不太健康了，抹上一点，放2个小时，因为它也没有毒嘛。你早晨再来洗脸也可以，早晨一洗脸觉得那个地方好了，得到的滋润了，皮肤会变美了，变细腻了它几乎用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多它的好的那个丝巾，有些颜色是用姜黄染的。它可以做染料。对。OK。这个古人其实华人这个古人也是用很多善用食物的颜色比如说用那个柿子的颜色染布，比如柿子叶染出来是偏发青一点，白中泛青一点的颜色，灰青色。那柿子呢，就染成像柿子色，也有点黄的感觉，对吧？每个地方它都善用。其实染色料当中，第一个就是来自于食物因为姜黄它这个色比较重，又好看又尊贵这印度人用它很多方面来，甚至敬神。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拿这个配上印度的老山檀香粉，和它混在一起。给新郎新娘祝福，抹在他身体几个关节部位，额头、嘴唇都是抹这个，就代表神赐给你吉祥了，圣洁的能够避开邪气。好玩吧？你听起来的那么神呢？还有手上他经常结婚的时候，像用钢笔画的那个画，是吧？有某些部位要涂黄色。真的呢？您看，这个东西真的能美容，是真的不是我们猜测。他在敬神的时候他对上牛奶还有玫瑰花他经常是来浇灌那个神。这佛教中有个叫醍醐灌顶这个词嘛，醍醐灌顶就来自于古印度的敬神的一个行为。那个醍醐的制作方法呢，它有多种的其中一种最简单直白的，第一个离不开是牛奶，第二个呢加上姜黄，什么藏红花。玫瑰花都是好东西，香料，檀香粉，对，这样混合了之后，浇灌在他认为是神圣的神的手，甚至有些就干脆从神的身上浇下来沐浴。所以在这个大节日来的时候印度人在这上敬神上头花了很多钱，其中一样花的钱就是有姜黄。他给你祝福，他拿那个姜黄给你脸上撒一下，很贵呀，当时因为全民都买，不就贵了吗？它是有花费的好，这是印度的传统这是个吉祥的东西，所以小孩有点受惊吓、肚子不舒服什么都是用它，这肚子痛腿痛都是抹它吃它。所以呢，家里有人有点病或者预防病，做咖喱饭的时候都是崴一勺，撒进去拌起来。对，挺好吃的，和菜汁混着就吃到肚子里了。那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因为内容特别多，咱们仨轮着说吧。好吧，我先来给师傅提示一下就是近年来的这种研究显示，姜黄素也是姜黄里最富有盛名的这个姜黄素，具有强抗氧化、抗癌以及抗发炎、抗病毒的能力，厉害不很厉害？强抗氧化、抗癌。抗氧化刚才解释了半天就是抗老化的意思。对，人就青春不老，青春不老那就不容易引发恶性疾病的发生。它这是最厉害的点。接下来就抗病毒、抗发炎，对，是吧？很多疾病都是因为炎症是。你看，很多疾病的这个感染呢，又是病毒，它还抗病毒、杀病毒。
哦，这家伙，对，然后很多癌症都是和我们的慢性炎症是相联系的。就是你像肺癌呀、肝癌呀，还有肠道的癌症，对，都是因为这个脏腑慢性发炎最后导致的。长期发炎，对处在炎症状态，是容易恶化。对容易转变成癌症肿对瘤。，我们经常使用它，把你这个炎给控制住及，时消炎掉了消炎了，康复了，是，就避免了一个大问题发生。对，哦，哇，这个东西厉害啊！真好。我觉得我们讲这个4个作用里，哪怕沾上一个，都已经都不得了救人无数了呀！哪怕它有一个作用，真的，都是神药。真的，真了不起。而且呢，它还特别的便宜，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好像稀世难它得的东西。种植的量比较大，真的因为对像这个靠以印度文化为首的这个影响的地区哈，大家都会抢着使用它。对现在很多西方人也吃它，对，所以现在大家很多农民都在种它。师傅给您推荐一款咖啡啊，下回咱去试试。现在很时髦的，还时髦的就是在咖啡里面加姜黄粉，那吃了没事儿吧？就是舌头有点黄吧。哦，那也挺好的。原来是黑咖啡，对，现在就是西方都流行这样吃。对哎，哦我们以前说，哎，加点什么，什么hasnut，桂加点皮啊 nut，什哎，么或者哎加上我们昨天介绍的什么肉桂粉哈。对现在还流行加这个姜黄粉做成的咖啡，哦它又要也想起到在咖啡里加上这个每天喝嘛，也起到抗氧化这些作用，哎，对消炎的那它作用用。太多了呀对呀，。那变成它日常的饮食饮料了呢。啊，还有我看见就是，当然了，肯定印度他们吃的那种抓饭都基本上都是加上姜黄粉的，其实还蛮好吃的。那饭就真我的是们吃过宝贵了呀。的还挺好吃。其实你看，像中东这些阿拉伯地区，他们吃的那些米饭里也喜欢拌上这个姜黄粉。对，对要是讲究的人家一定会放它。对今天大家听我们讲之后哈，大家都会拌它。对，我洗脸水我放上它，美容我明天准备早上抗氧化。烙饼的时候加点姜黄粉，面粉里加点姜黄粉。北方人蒸花卷的时候抹上的姜黄粉，哎呦，那才漂亮。还富贵哦，像个金坨坨一样的。是的，是的。下次染发用它。好的。然后也有就是网上有说，就这个姜黄粉哈，它是脂溶性的。什么叫脂溶性？脂溶性就是，要促进它人体的吸收的话，让它和油啊，就炒菜的油啊在一起就比较好。所以就是炒菜的时候放，或者是我们做而且它就是放在热水里也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外国人把它放在茶里泡啊。对对对，这最好是吃热的，也就是说你就容易去吸收它。就是这个意思。很好。喝茶要喝热茶，你就能把它吸收了。别生吃粉哈。对，生吃粉，生吃粉受不了。是。对对对。好，咱们说它的功效吧。对。就是它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它这个抗病毒嘛，师傅，它这欧美很多研究中啊，都有发现它对于很多病毒都有非常有效的抑制作用。有什么样的病毒呢？对，你看这个就是伊波拉病毒，我们伊波拉是致死率非常高的，在非洲。是啊，还有就是冠状病毒，就我们现在讲的正在经历的。对，还有流感病毒，还有肝炎病毒，它也有帮助，甚至还有艾滋病毒。哎呦，那真是宝物。它真的是抗病毒，就对好多种病毒都有这样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啊，咱们和大蒜合伙的话，这些效果贼强了。是，好，太好了。对，所以今天西方医学之中哈，都是很优先去研究它、观察它，才发现这么多的好处，都是被科学肯定的了哈。是。这太好了。另外呢，它应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冬天这个就是防各类呼吸道疾病的话呢，姜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它可以防止肺部的纤维化。很有效。现在哈，很多个网友给我发信息，现在他的某亲人，就是他的肺，他简称为叫白肺化哈，白肺化就是肺高度纤维化，肺的基本功能就已经失去了，那人肯定就完了。是所以它对抗这个肺的纤维化也有作用。
哇，这太好了。对对，它就是有好几项的研究和实验表明哈，哦它就是对，尤其是由辐射、化学疗法、化疗啊，还有就是毒素造成的肺纤维化是特别有效。哎呀，这太好了。嗯，它本来对这个应该说新冠状病毒有效嘛？对。哎呦，这个时候大家用一用好呀。是姜黄，记住它叫姜黄。姜黄，哎呦，对真好。好，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去查了一些这些药理学和医学方面的一些期刊和研究的结果哈，还是很令人振奋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药理学和动物研究数据支持了姜黄素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和过敏性哮喘中发挥保护的作用。所以呢，这些还是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振奋。对，所以它的这个对大家今天的帮助哈，正是时宜。对，无论今天你是要防癌啊，要延寿，要美容啊，要保住青春哈，对，还有防各种的炎症哈，哎，这真是太宝贵了，真是个宝。但是你要去店里买吧，还特别便宜，这不是天赐良药嘛？是，所以我们才给大家介绍的。OK，好的。但是最后呢，就是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因为姜黄它也属于一个性质辛热的、火气大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吧哈，或者是食材，你要是吃多了，也容易口干舌燥、便秘，还是这样一样的道理。什么都不能吃太多。但是特别要提醒的是呢，因为姜黄它能够兴奋子宫，促进子宫这种收缩，所以呢，怀孕的孕妇不适合吃。对你再好的话，这个特别要当心。就是有很多特效药哈，对于孕妇或者是有其他的慢性疾病的人哈，最好是咨询一下医生。咱们呢，为了健康长寿，还是注意饮食或者医疗饮食或者是食疗的这个安全啊，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之后再用，好吧？但是凡是孕妇吃一切都要小心，吃一切都要去问一下医生哈，这样的保证这个母子平安啊。好，这三大法宝哈。哦呦，那真的是今天的，哎呀，真是。我们也非常的兴奋，我们非常非常高兴的，很迫切的想给大家介绍这三个宝贝。是，对，要记住哈，但是用量一定要控制哈。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说蒸这个洋葱哈，这个时候它也容易产生这个大肠干燥一些哈，因为你是为了对抗咳嗽、新冠、感冒之类的哈，所以但是它又比较偏辛热性的这样的食材哈，所以呢，你还要适当的要对应着吃些凉性的，比如说生的青菜类呀，这个长杆的大芹菜啊，还有实在不行，弄点什么王老吉呀、24味凉茶之类的，要配着喝一喝哈，否则还会容易出现一点大便干燥，因为它有倾向性，我们去治疗、去呵护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不在乎它干了，但是你在饮食上自己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调整，包括喝菊花茶，对，是吧？之前给大家教的这个清心败火的这个饮料要注意喝哈。如果图省事儿啊，买个王老吉呀，24味凉茶都可以哈。对，这样的做一个这样阴阳的调整，既能够防病治病，还要能够让自己还能保证自己的健康安全，好吧？那这三个宝呢，我们介绍到这儿了哈。那一会儿还会给大家推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这个方要不要现在给大家说呀？好啊，好吧，已经讲到这儿了，对好吧？对，哎，又是一个特殊的奶昔偏方。好，跟谁有关呢？大家请看影片哈。健康卫士奶昔。帮助你有效预防病毒和流感。准备一个搅拌机，加入材料：大蒜4瓣。大蒜有很强的消炎杀菌作用。锅中的油热了，翻炒半分钟就可以了。柠檬1/4颗，带皮。蒸熟的土豆1颗。芹菜1根。苹果半个。
姜丝少许，酸奶1杯，约130克，姜黄半小勺，蜂蜜5小勺，100毫升水，水量可以根据对稀稠的偏好自行调整，搅拌均匀即可饮用。消炎解毒，防病防疫保平安。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订阅金菩提宗师 YouTube 平台。好玩吧哈？好玩又好吃，看着很好喝，对，很好喝。对，真的很好喝。嗯，喝一口呗。好，我们尝喝一口，干杯。味道不错哎，好喝。就有糖尿病的朋友哈，你要自己要注意调整，要不要放糖、放蜜之类的哈。这个要因为特殊身体哈，你要小心。但是我觉得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为了让大家得到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保健防疫哈，防感冒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呢，所以这个是没法抄来的，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研究的。每一个里面放的每一种材料都经过认真的、仔细的研究之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配方哈。是大家一看就会啊，回去试一试啊。好的，师傅，我也看到，就是现在的网友里面有一些留言和提问，就比方说他的身体已经是患有了某一类，或者是某种特殊疾病，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像肿瘤类疾病，他问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吃那个。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一种普适性的介绍，就是这3大产品3大食品了哈。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体质，或者已经患上这些病的话，适不适合吃，就是要咨询你的医生了。没错，凡是已经确定自己有某种疾病，对某种疾病的，或者是重症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对，最好要咨询一下你的那个医生哈，我们以安全使用为主啊，是这样一个善意，大家是理解的，大家都很智慧的，对，感恩师父，对。像我觉得像这个呢，这种使用就是对常态下的大家是可以使用。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自己要解决里面的甜的这个部分哈，自己能把握的哈。或者不放，对，也是可以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卫士奶昔呀，它又有大蒜，又有姜黄，还有柠檬，对真的是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些好食材都在里面。可是喝起来酸酸甜甜，又没有那么辛辣的感觉，其实很好喝，很好喝。我这还放了一会儿，其实你再多兑点水哈，喝了稀溜溜的，很舒服，对，很棒，对，真的是又好喝又营养，对，又防病，对。那这个我们拍出短视频来，已经放到YouTube 网上去了哈，就是可以去点击去看哈。好的，很容易学会。只要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电动搅拌机嘛哈，是，只要有这个，买一点食材就能配起来，其实很方便，很容易买到。对。那像师傅这个，我们一周在家可能就喝个几次，都是很好的哈。我觉得一周喝2、3次都可以的。对。通常在身体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全家人都能喝。儿童也可以喝。好，它是安全的。对，小孩子也一样。对，里面这3个卫士都在里头。你看，就是没病防病是吧？可能有病能减轻病痛或者早日康复啊。对。好的，师傅。那刚才介绍了这个3大明星的食品哈，就是调味料了来说。那接下来还今天给网友们再推荐一点，就是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就更多的了解它的功效以后，更好的善用哈，来提高我们的健康，那就是柠檬。对，柠檬我们基本上天天都会用啊，早上起来就是泡茶会加上一个柠檬片，也是的。其实这个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除了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啊，它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的高。另外呢，就是柠檬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化痰作用。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知道，就是橘子吧，我们说的橘子的化痰作用，比方说陈皮呀这些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化痰的作用。可是呢，它们都是一个属类的吧，应该说柠檬和这个柑橘类的哈，就是属于这个大家族里面的。那么柠檬它的化痰作用的话，更高于橘子，比它堂兄弟橘子的这个
作用力还要高，效果还要好。对，就是柠檬的这个化痰主要在它的这个皮上，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卫士奶昔就用了1/4个柠檬带皮的，对，这是关键。而且我们刚才喝的时候不觉得特别酸，没有觉得，哦也没有对任何的涩。如果不仔细听的话，哈，就觉得柠檬是不是挤了一点柠檬汁进去啊？其实不是，要一定要带皮。把这个柠檬这一次这一份儿哈，切了1/4的柠檬，连皮带肉一起搅进去的。对，这样那个柠檬皮很重要。是。对，对，我看现在很多在做西餐的时候，很多大厨哦，他比方说最后就是基本上菜品都已经完成了，然后用一个刨子就拿着一个柠檬在那儿在皮上擦出一些就是细丝儿，就是皮的丝儿，然后把它很好的撒在这个完成的这个菜品上面，出菜。出菜之前再撒上一些这些柠檬皮丝儿，特别的好那有些大厨是知道它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健康作用。它又帮助调味、提味，那又有这种健康作用，对真的是很有学问。好的大厨是对营养学是很有研究的。是，对，所以柠檬又是一个宝哈。对，好，这个大家知道了哈。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再介绍一点哈。这个也是能够防御型的哈。不管有没有染疫，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这个食材哈。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哪一款呢？我们说往茶饮的方面哈。其实茶饮方面最重要的里面这个材料哈，有一种在中国挺多的，你说世界各地应该都能买到哈。一个特殊的东西，鱼腥草。鱼腥草。如果真正看它的介绍哈，这又是一个神秘嘉宾的。哎呦，这个草哈，在我们四川和贵州地区就叫折耳根。折耳根。对，民间就叫折耳根。他们吃这个东西哦，就是四川人都是拿一个钢的脸盆拌上一大盆菜，像拌一大盆沙拉一样。对，但是全是这个。对，就这是有原因的。它就是防病嘛，吃它就是防病治病。对，咱们看它有哪些防病的这个功效哈。有它对于这个针对肺部的这个热毒，是特别的有作用。但是它只是鱼腥草，这个一拿到手放在那儿，或者一煮，那个鱼腥味特别重，就是味道比较奇特。那奇特的味道和长相一定有它奇特的内容在里头。它的作用也比较奇特。对。所以它有这个好处，它对这个皮肤病啊和皮肤的炎症之类的是特别的有作用力。就是它对肺的这个湿热有帮助，对皮肤的炎症也有帮助。对，因为这个按照我们中医学来说的话哈，就是内外阴阳角度来看，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的肺有问题，通常容易在皮肤上有所呈现。我比如说你皮肤容易溃烂，或者是长痘子，或者是牛皮癣之类的哈，其实有90%的可能是来自于肺部的问题，在皮肤上的呈现。就是我们心脏有点累，你的舌苔就会变厚，是一个道理。对。比如你的肝脏有些炎症，在眼睛上有所表现，对不对？那在皮肤上，不管哪一块皮肤的问题，都可能与你的肺和呼吸道不是那么健康完美有关系。比如说有哮喘这种潜质的人呢，就可能容易出现手脚或者是后腰容易皮肤不会那么健康。我是比如哈。对，所以的话呢，就是那这个药呢，这个鱼腥草呢，你看它对肺的疾病特别有效哈。对。所以它同时对皮肤也有效。很神吧？是。所以这样的就理解了哈。理解了。对了。那中医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呢还是归这个肺经。与肺相关的对肺有好处的医药哈，几乎都归属于寒性。在多数常态下，它要清肺嘛。对。清肺、清肝、润肠，
通常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叫做医疗的说法哈。所以对肺和肝的都是以清爽为主的。所以它对于解毒、消炎、止咳治这个热毒、治这个湿气，湿气达到严重就要湿毒对这个湿气的湿毒特别有作用力。甚至对肺部已经感染出现问题这个老病因为老肺病有很多名字了，都是有一定的作用力的，就是治疗的作用性。对，甚至还对这个痔疮、便血有效果。确实，我一直听说就是这个鱼腥草是个宝好多中医特别就是确实很推荐。对这个鱼腥草，就包括我记得我们孩子小时候发烧什么的时候，也会配这一方，让他那个尽快的就是不要咳嗽，是吧？让他能够清热解毒，尽快的退烧，这样子很常见，很常用，就是味道不好吃。他还没说完因为它有这个综合的这个作用力，比如它有消炎也同样杀菌，对肺部里面有这么多的作用力所以它的能量是很强的。什么对于中耳炎、鼻窦炎、牛皮癣、脚癣、脚气都有好处，甚至是还能利尿排毒对，还有呢这个止咳，还治痢疾，还治痢。其实很多药物它是它的作用力是综合性的。对。那么这个折耳根、这个鱼腥草也是这样子，也是很好的这个。它的作用力就像它的味道一样，非常强大。是。所以在这个长鱼腥草的这个区域的人不太容易感冒。常吃吧。像你说的是一吃拌一大脸盆，对，那一下已经就预防了呀。是。这真的是有好，挺好的。对，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能再介绍更细了，不想占更多的时间。鱼腥草是一个神奇的宝物这个大家呢可以在这种中药店什么那些参荣药行甚至网上都能买到再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枇杷。清肺的。对，这个枇杷膏大家都见过枇杷膏是不是？是。那其实枇杷膏来自于什么呢？叫枇杷树、枇杷果。你吃过枇杷没有？没有，我没有吃过。我吃过。那枇杷的熟的果子和我的衣服一样是黄色的，姜黄色，是像一个长形的杏子。还挺好吃。又不是特别甜。它呢，对于呼吸道、对肺，它的好处到什么程度呢？我开始说实话，有一个美国人，美国人他呢30多岁得了肺癌。这个人是我们同修的亲戚，就真正老外，得了这个肺癌。那西方医生也特别好，医生说没办法。对呀，就只能切除。你就手术、化疗、放疗。对呀，你一扩散切除，把肺都摘了对不对？甚至还摘别的器官吗？知道没出路吧？他就不知道到哪怎么打听了说这个枇杷果，乃至他能把枇杷树给吃了，他就在美国到处找这个枇杷树，把人要树叶的吃。枇杷树叶。其实吃的是枇杷叶。对，他呢就豁出来了，因为老美人说话呢都是挺直白的。因为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个病，我打听的就偏方就吃这个枇杷果、枇杷叶，能不能把你的那个树上叶子先我摘了？大家一听挺可怜，摘吧，随便摘没事，反正救人命嘛他摘了可能上百棵树的叶子，摘了回来去煮着吃、拌着吃、啃着吃。3年以后，他还活了3年。3年以后，
去医院检查，他觉得没病了嘛，医生说你哪得过病啊？肿瘤消失了，消失了，哎他的太神奇了。肺癌好了。那真的就是枇杷叶啊！我说的这个事情，我先不说这个人了哈，他这个亲戚你们太熟悉了，咱们都熟悉的不得了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没有谎言，是很真实的。是，我们没必要捧一个这样一个果子撒那个谎哈，对，真的特别好。那就说明它真的是救人救命啊！你看你在市场上总能看枇杷膏、止咳，对，对不对？对，止咳露之类是入的哈，药的嘞。对，它混了很多合成药，对不对？那就是枇杷，它的主料就是枇杷。所以今天给大家哈，这个肺部特别容易感染的，很多人肺部纤维化、白化，就是因此而死啊。有个同学前2天我给他通话，有事找他，他说他3姨刚去世了。就是这个肺就坏掉了，买不到药。如果早知道这些的话，我也告诉他，说不定就能好了。但是急症也是很快就没了啊，也是这次的感染有关系。哎呦，对，所以我介绍给大家哈，这个枇杷，其实枇杷果与枇杷叶都有作用。这就是真实的。我们也不用去访问任何医生大师的，我就这么讲，这是我知道的活生生的案例，好吧？叶子和果子都有用，对啊，好，而且容易买到，中药店很容易买哈。好，师傅，那这是因为我们今天也会介绍很多种不同性质的食材哈，给网友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让网友知道哪一类食材它是属于什么样特性，最主要的那个使用方向在哪一方面，可能他们会更清晰一点。就比方说我们最先介绍的这3类，像大蒜、洋葱和姜黄，超级卫士，对，它就属于比较消炎杀菌类的，对，是比较特别优秀的表现哈。刚才介绍的第2类呢，就是像柠檬鱼腥草啊，可能还有像菊花、桑叶，它就属于清热降火、解毒类的。是这样的优秀的食材。是。但是因为我们说的第1类是我们发现的最勇猛的战士，但是第2类呢也常常成为主药，对，是第2类哈，也是很凶猛的呀，它如果成为主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方子，完全是可以的，是，所以它的能量并不低，对，看使用方向。最主要是看使用的方向，还不都是清肺治肺吗？对，它不是仅仅的说吃了之后有一点点温养作用，不是这样子的。对它还是其实有医疗的这个作用的。对，好，那第3类呢，我们会介绍的就是清肺润肺类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师傅刚刚讲的推荐的这个枇杷果和枇杷叶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对，清肺润肺类的。那除了枇杷之外呢，还有像雪梨无花果，对，还有一些就是都是很有特色的，都是白色的，对，像百合、山药、银耳、莲子、白萝卜、芥蓝、白菜、茭白，你怎么那么白？对，都是白色的居多哈，对，因为按照中医5行理论来说呢，就是这个蔬菜果类呢，白色入肺啊，对，是这样，对，像这一类呢，就是属于清肺润肺类的，对，食物啊，对，所以呢，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推荐，对，这个都是清肺润肺养肺特别好，很多把这些果用来。这个治咳、镇咳、预防咳嗽就是特别好的。对，很多都是药食两用的，就是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药的。是的，是的，好，治疗性的这个材料讲的也差不多了哈，对，差不多了。洋葱、大蒜，好，那。我们最近师傅在这个网络上也跟网友们分享了好几个短视频哈，就是我们的止咳汤消热水特别受网友的欢迎。然后网友们都发来了好多他们的这个受益的分享，也想给师傅读几个。好。好，
那先给师傅读一个，就是师傅的安神止咳蛋花汤。哎，他发来的这个受益分享哈，纽约的马蜜，来，他说：“师傅好，我是纽约禅堂的马蜜，感恩师傅近期推出的止咳嗽发烧的小妙方。纽约这个冬天啊，感冒盛行，孩子们时常从学校感染感冒回来。这一次啊，我的儿子咳嗽都已经快1个多月了，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咳得越厉害，也是吃过药、喝过咳嗽糖浆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昨天晚上做了师傅给我们推荐的安神止咳蛋花汤，睡前给他喝了。”晚上都没有听到他咳嗽，之前每天晚上都是被他的咳嗽声吵醒的，今天早上也没有咳嗽。师傅的妙方太管用了，感恩师傅。很好。那师傅要不要给他送一个礼物啊？哦，好吧，我今天没带礼物啊。我们今天我想集中哈，把我们这些知识的吉祥的这些法宝哈方法传递给大家，这是最宝贵的礼物，对，能救命的啊。是，好，对，其实大家都受益，就是最好的礼物。接着讲啊。接下来是来自于旧金山禅堂的收年给我们带来的一碗止咳汤胜过良药。好，说我爸爸在疫情期间感染了新冠，加上年纪大，前一段时间又喝了一些冷牛奶，所以这个冬天就一直在咳嗽。我很担心，给爸爸买了很多不同的咳嗽药水，吃了后也不见好转。12月28号，师傅及时推出了止咳汤，我就让妈妈煲止咳汤给爸爸喝。当天喝完以后，晚上爸爸就减少了咳嗽次数，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好觉。爸妈都很开心。妈妈连续煲了4到5天给爸爸喝，喝了后咳出了不少黄痰。几天下来，我爸爸肺感觉舒服多了，呼吸也顺畅了，现在咳嗽都好了，妈妈和我的担心也放下了。我也把这个止咳简方视频发给了那些有咳嗽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快点好起来。我呢，因为工作原因呢，我跟美国几个禅堂的有一些师兄们聊天哈，有的人是喝了我们说的这个萝卜汤啊，萝卜汤，就是效果特别好，这也是叫缘分哈。那么有的喝的不同的汤，我们前头出了好几个小偏方哈，还有的喝的是那个洋葱水，止咳葱，对，都是我教给他的哈。对，还有的是这2种喝了之后就不咳了，对，真是挺好的。虽然制作简单，还是有效果。是，对，真的很有效。我这还有一个洛杉矶的哈，师傅，他这个还不光是对他的这个咳嗽有效，我觉得对他消食也很有效。你看这个景观师姐，她说我是中医师啊，喜欢下厨，对食疗方面呢特别的情有独钟。那最近由于过节吧，我和老公啊都无节制的大吃大喝啊，火锅、烧烤之类的，尤其是老公还吃了太多的肉，终于感觉肠胃过劳了。他就说啊，胃里难受，老觉着有什么堵着，还老是反酸水，嗓子里也干燥痒，更是咳嗽出痰。这个我的老公 Steve 啊，他怕扎针，我就给他做师傅的萝卜葱白汤。他好爱这款清淡的味道，吃了2次之后就说胃里的堵塞感没有了，嗓子滋润，痰也少了，整个人轻松舒服。他笑着求我，希望以后每天都有萝卜汤喝，感恩师傅的妙方。真好，听得开心。是，这个真的就是说到师傅昨天给大家讲的那个肠胃脾胃有火了以后，出现一些症状，她老公其实都反映出来，要是不喝这个，可能很快就感冒了，说不定。现在这个病毒这个返还哈，它有很多的变种了啊。这个变种是有的时候过去你买了的药可能都不太灵了，所以呢，真的要学会保健哈。所以我们多给大家推出一些小偏方，那你能够试着用啊，说不定哪个就见效了。好，师傅还有我们的一个老款产品，我们的网友也是久视不爽啊，这个叫神奇的菩提普洱茶。小雪网友说，小雪特别欢喜的要与师傅您分享普洱茶的故事。
12月17号我也阳了，腰部、腿部酸痛，胸口发堵，头部胀痛，内心没有底数啊，吓得啥都不干了，就赶紧去修法。先走了1个小时八卦，下午又修了3个小时大光明，晚上念佛，还赶紧去供了1盏灯。好，做了这些事后啊，第2天早上我的症状就基本消失了，既没发烧，也不咳嗽了，心中一块紧张的石头落地，内心非常的感恩师父的妙法和佛菩萨的加持。症状虽然消失了，但身体还是乏力的。昨天白天想到了珍藏10年的菩提普洱茶，就和妈妈一起品起来。我们走了八卦就喝普洱茶，十分感恩师父赐予我们这么多宝贝，很舒服。当晚上看了师父的直播，更了解到禅茶的神奇功效，我又欢喜地继续喝了2杯热普洱茶。结果睡到傍晚，我被热醒了，全身出了大汗，热到大被子都需要掀掉才行。而且这不是发烧，没有发烧，冬天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热呵，有一种被大能量充满身体的感受，身体特别的暖和，连起来换衣服都不觉得冷。到了第2天早上起床，觉得神清气爽，身体特别轻松舒适。我和妈妈分享了此事，妈妈提醒我说，她晚上睡觉热得也汗湿了衣服呢。我们喝了菩提普洱茶，获得了师父的能量加持，太感恩师父了。在这疫情严重时期，有您的妙法加持和我们宝贝的菩提普洱茶，让我们保障了健康平安的工作和生活。再次真心的感恩慈悲的师父。我们的小雪网友，真好，真是久视不爽哈，我们的普洱茶。我看台湾一个同修也是这么说哈啊，就我们现在留言在我们直播中，台湾的，对，他说师父，弟子是台北禅堂的安璇啊，弟子打完疫苗以后一直全身发紧，要常常去按摩才能舒缓。昨天听师父说云端普洱茶可以通中脉，今天早上立马泡来喝，真的喝下第1杯就发出满身大汗，然后全身发紧的状况都改善了，感恩师父。真好哈，全身通畅了。对，不懂我的说真会广告，我还继续再说回这个话哈。这个真的好。因为我买这些材料呢，我遇到好的我才买。能过得了我的法眼哈。就是我也买错过，有时候时间紧张，一看不错，赶快买，回去一看做的假的，是吧？这现在从买茶的源头上经常买到假的，比如他说10年，结果就是1年。他用的什么东西加工成说是旧的哈，那这个我都上过当，像这些我就最后当垃圾扔了，那我也不喝，我不能给人喝呀。所以我们想方设法找到精致的茶，好的茶，你再存放，再给它一祝福加持哈，那么喝了之后呢，至少要健康啊，要愉快。我说喝了像打通中脉的感觉，是我昨天说的，我真实的感受是这样子的。那你这一通呢，一通畅，那个感冒症状就消失了。我认为哈，不管有没有染疫，这个尤其是菩提的老的普洱茶，现在在咱们菩提网上看到的，就慈悲音上看到的，像云端那个是目前是我们叫做中老的啊，中老的这个茶也都是保了。这个它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健康的这个守护哈通中脉应该作用已经产生了哈。对，这种健康长寿的茶啊，虽然还离神品还差了一步之遥哈。神品呢，我称为的是30年的老茶我这存了几片哈。对，那个还没有推上市来，因为真舍不得拿出去。你今天你也给它出去了，明天你再买就不知道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对，所以恭喜哈，能喝的这个好茶，也希望能让它来给自己带来健康帮助的哈，请上咱们这个慈悲音上找云端普洱。好，感恩师父。
师傅，那今天师傅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有效的，其实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食材，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好好用好以后，真的是对我们冬季保平安非常有帮助。师傅也特别慈悲呀，就知道网友们会问，哎呀，这个该怎么吃啊？那个该怎么弄啊？所以还特别精心的配备了一些干脆配方都给您配好了，大家就照着那么做，就肯定会又好吃，又起到好作用。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健康卫士奶昔还有2款非常好的配方的这种食疗和茶饮的，我们也一起推荐给网友们吧。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收看一下消火茶。一款茶饮。热、咳嗽、嗓子干痒、咽喉肿痛，不妨试一试消火茶。准备板蓝根、连翘、金银花各10克，这3种药材都有清热、降火、解毒的作用。锅中倒入2000毫升水，也就是4瓶矿泉水，放入备好的板蓝根、连翘和金银花，水开后文火煮10分钟。煮好的茶饮可供1家4口人1天的用量。有风热感冒症状的朋友们，连续喝几天，希望能消除燥火，早日康复。提醒网友，这款茶饮不适合长期服用，症状缓解或消除后即可停用。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订阅金菩提宗师 YouTube 平台。茶饮看着很清凉，很容易制作吧？对，一学就会。对，就这3样东西，对，看了吧？这是非常常见的中药的药材。对呀，中药房都有，到处都有，这个容易买到。对，现在我手里这个它就熬好的味道还不错呢。尝一尝。好的。昨天咱也尝了吧对，消火。并不苦，是吧？对，清心润肺败火。这就是预防这个瘟疫，预防感冒，是特别有好处是的。感恩师父。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还有就是让大家能够学到容易去使用的容易去制作的好，我们可说了师父就要听师父揭秘呀。这些其实本来我奶奶不让说的最后我就请示我奶奶说出去吧，说出去吧。小时候我咳嗽那么厉害，我也吃了它，很受益。你看现在大家这个样子，奶奶说好吧，那你就说出去吧。我就说了好。下一个菜谱叫做姜丝蛋，来一起看一下。好，姜丝蛋一道家常菜，让你轻松止咳，缓解感冒症状。姜削皮切丝，锅中倒入油，油热后放入姜丝，爆炒片刻。1颗鸡蛋打入锅中搅拌。如果有咳嗽带黄痰，可以加入1勺白糖。鸡蛋炒熟即可服用，美味又养生。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订阅金菩提宗师 YouTube 平台。感恩师父真的是把家里的什么好的都给我们分享了，出来了。对，谢谢祖奶奶。我为了纪念我在上课前呢我让坤奇又给我做了一个姜丝蛋，对，和我奶奶做的那口味差不多对，挺好吃的。对，真的很香，真的不错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周围的小朋友刚做出来，小朋友都馋的，一人要吃一口飘香了，满屋飘香，满屋飘香。但是真的挺好那其实我小时候的印象呢，我这个吃到它的时候这是给我最大的犒劳一种安慰。通常那个时候吃是半夜吃，你要咳起来咳起就怕大家都睡觉，你咳，弄大家都没法睡觉了，对不对？到时候我妈说行吧，
我给你去炒鸡蛋去，就是这个炒法。奶奶传的哈。对，那我觉得我也不争气啊，能吃了之后就不渴了。我妈说你馋的，你说不管是馋的还是心理学，它就管点用啊。所以也不是网友，你馋了你要咳嗽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对不对？真的有效哈。你注意油别少放，它的秘诀油不少放。那个姜丝啊，就在那个油里头又多煎了一点，但是姜丝不能煎糊哈，变得有点焦黄感，鸡蛋立刻打进去赶快拌。它要的就是这个油煎姜丝之后再煎鸡蛋，这样合成的一种作用，就是这样哈。请记住，这个姜是我们炒菜的姜，绝不能用北方用的叫洋姜，看着像姜但不辣的那个东西，那个姜炒鸡蛋人吃了就完蛋。那个姜我们北方人叫鬼子姜啊，不知道为啥叫鬼子姜啊，就是不辣那个姜啊，很奇怪，它也是长得很快哈。它单独吃没事儿，做咸菜也可以，就是那个鬼子姜不能炒鸡蛋，一吃就死哈，不行的哈。这是辣的姜哈，辣的姜丝炒鸡蛋，才是我们的养生长寿镇咳的妙方哈。这个我是善意提醒哈，你要不懂说不管什么姜我就来炒不行，也不能用姜黄炒哈，按照规矩，我说的什么姜就什么姜哈。好的，师傅。这个里面的秘密我都给你解释了哈。好，希望大家的网友呢能学到哈一份深深的对大家的一份深深的爱意哈。感恩师傅。对，我也特别的衷心的哈，盼望呢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哈，还有我们的新老学员同修们，如果你有什么好的乐意透露出来的，对大家带来帮助的这些良方秘法的话呢，我也欢迎你来找我联系。我那个邮箱大家都知道哈，不想虚度这个邮箱写信可以给我那如果我觉得合适恰当的话，我会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传播给有缘的大众，就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健康快乐长寿吉祥好，那我啰嗦太久了，我们说的念佛，昨天你想念就已经讲得太久了，今天我们必须要念佛，好吧？药师佛都在呼吁着大家药师佛爱我，每个人都会说药师佛爱我，药师佛爱我，药师佛就在我眼前爱我。你的观想哈，对，那我们开始来唱诵药师佛心咒，就会得到加持。天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天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天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天塔红贝堪则贝堪则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덴타 헝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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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덴타 헝베칸제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殿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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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
地梭哈，电他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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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梭哈，电他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好，大家何时感恩药师佛，心中有感恩心哈，感恩大慈大悲药师佛，感恩一切神灵护佑，感恩一切神灵护佑，保佑我和全家健康、快乐、长寿、吉祥。感恩药师佛以及一切诸神灵，护佑天下太平。感恩。好的，谢谢大家哈。我们念的时间短，但是不想拖时间，不想耽误大家更多时间。如果你想再多念呢，那我们圆满之后，你可以抽空呢自己在家再好好念一会儿哈，一定会得到佛菩萨的
加持护佑啊，保佑我们吉祥太平。接下来，好，师傅，那今天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整个菩提法门，我们都还是沉浸在新年迎新年的这个快乐，就是非常欢乐的这个情绪当中哈。那么之前我们也是在新年的时间那一段时间也是网友朋友们积极的支持，所以师傅的YouTube 订阅频道也已经到了100万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挺高兴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是有一件比较扫兴的事情也是发生了，那就是在 Facebook 师傅的Facebook 这个网站号这个方面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师傅的这个订阅量啊，或者是说follower 就是追随者比较多，粉丝比较多，所以就有冒名者完全是拷贝了师傅的 Facebook 的网站。完全拷贝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模样。对，他用了师傅的头像照片，完全拷贝了我们的网站的格式和做法，甚至他还冒用师傅制作八宝灵珠的这个视频来推销他自己的产品。他推销一个什么产品呢？叫18子菩提子的这样的手串，但是他完全盗用了师傅的在制作八宝灵珠的这个视频，这个行径是非常恶劣的，已经构成了违法。那我们也是向 Facebook 平台已经检举了他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平台呢，上面他的追随者就是 follower 只有60多位。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金菩提宗师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频道里面，其实师父的中文的 Facebook 追随者已经现在到了420多万了，这才是我们正宗的频道。但是这个很恶劣的冒访者呢，他是完全抄袭拷贝了师父的这个 Facebook 的主页，所有的元素都是原封不动的这样给搬过来，所以他这个抄袭和拷贝就是冒犯的这个行为和尺度是非常大、非常恶劣的。他是为了卖东西吧？他要销售他的产品。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可恶哈，这个会扰乱大家的，都是以为大家会误以为师父还在那个叫什么新推出了一款什么新产品就会点进链接进去，想去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链接转到的是一个叫虾皮网站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的这样一个平台。而我们菩提法门所有我们的法务销售，我们官方的平台只有一个，就是慈悲音。是有亚洲慈悲音和北美慈悲音两个体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其他的网站上，像虾皮网站这样的地方有注册。所以大家在以后付款的时候，有人向你借钱以各种名誉以我或者菩提机构禅堂的名誉帮你募款借钱，用各种名义做功德等等的这个你要小心，你挣钱真的不容易。这个现在当今这种经济类骗子比较多，大家还是小心一点与付钱相关的因为有些人那个骗子演戏演的吧，他就抓住我们这个善良人的心理，说你也不给，你就是坏人，你就不是什么不是善良的人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眼泪先别流，先看看真面目再说。对，那有很多骗子特别厉害的，对。他用很多套路，很多招数，其实这种都算是低级骗子。真的是，只是说他这个大胆，特别大胆，对他直接用我的部分，整个用我的所有的这个外在的形象，这个是已经违法了。他太大胆了，在每一个国家他都是违法了。对，我们会保留这个法律追诉的权利。对，这是肯定是不会被原谅的对，所以大家要凡是付款。或者有人拉你做所谓慈善，我们再多说两句甚至说你好机会来了，你看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去投资等等的，你都要小心因为就是钱呢存到你的手里头这个不动它，你还有这笔钱，你要心里痒痒的话，再占便宜心理这个去把钱一旦拿出去的时候，你往往后追钱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哭都找不着门
很多人上了这些当来找我，说师傅你能帮我把钱追回来，咱俩一人一半。那你早干嘛了呀？这我也不是追杀机构，对不对？就追杀机构也没有办法，有些人把钱已经花了，而且人跑得无影不踪，你到哪追呀？对，是吧？师傅，所以我提议啊，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再播放一次我们所有的官方平台和渠道，都是长成什么样，它有些什么特征，能够让我们的网友能够辨识出哪一款才是我们自己的官方渠道跟平台。他那个账号上头差一个字儿都是错的。对所以我们要点进慈悲音网站去看慈悲音网站的首页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先看一下师父的 Facebook 官方网站中文平台。对，这是师父的Facebook 中文网站哈。看到的是有421万 follower 粉丝粉丝的这个平台是师父的官方网站中文平台。那我们同时还有像英文平台韩文平台还有印尼平台、印尼语平台就是还有不同语种的平台。你先打开 YouTube 吧。好，这个对，现在我们因为更多的呢是在 YouTube 上进行直播了，所以呢，我们也要认识师父的官方 YouTube 频道是哪个频道哈？对，就是这个哈，现在看到的金菩提宗师，现在金菩提宗师，后面带英文的称呼。对 ，Grandmaster Jinbodi，而且现在这个成长的这个数字正是我的。是，现在已经目前是136万订阅者，对，现在平均每天将近涨10万的这个订阅者，因为已经很国际化了。是，对，可能10天以后就到了200万。对，所以就是网友们要擦亮眼睛啊！那么还有就在这个下面往下滚动哈，是有几种其他语言的，同样是 YouTube 的频道就在下头。好，我们来点开看一下，分别是刚才我们看到是中文平台，这个是英文平台，还有韩文平台，对，还有越南语平台，我们到时候把这些官方网站的网址都会公布给大家，就在那个 Facebook 上头把它都贴出来，有我们的一些网站信息。这个是泰国语平台，还有泰国语平台好，到时候我们会就在 Facebook 上头有一整套都正式贴出来，大家可以上来去看一看把它照下来以后就可以去对照辨认一下，就是别上当，不要上当。对，那这个讲到这个呢，可能还是有些网友会听闻一些传闻哈，我们也要澄清一下。第一个是现在8宝灵珠都是师父赠送给网友的，没有经过任何渠道，没有委托过任何禅堂或者渠道来销售8宝灵珠。所以如果你听说谁谁谁可以帮你代请多少这都是这个叫谣言哈，都是不实的，一定要小心上当。这是第一点，因为8宝灵珠现在太热门了真的是大家也是一珠难求啊。是而且我也不希望大家私下买卖哈。对，因为本来量都很少。对，好，第二点呢，就是其实会有一些网友，他们家里新添小宝宝的时候，也会请师父来起名。师父给孩子起名都是免费的，从来不收费的。所以如果关键没有任何隐含的说让你悄悄给钱之类的，从来没有，这想法都没有。对，师父都是来赐福给这些新生宝宝的。是所以如果你说我要请师父给我们的宝贝起个名儿，然后说我还要供养什么，又交给了谁谁谁，像这种途径都是不正当的大家没有必要去这样子做。所以也是澄清一下，师父给宝贝起名也是免费的，都是赐福给你的宝宝。对，你也想找我起名哈，就我那个信箱你发给我，一些提示的，你至少嘛那个不能至少不能写到爸爸爷爷的名字吧，对不对？
所以有些名字不能起的，你告诉我的。那我就找出一个觉得适合这个宝宝的名字。这从不收费哈。没有明着暗的，就是不收费，好吧？如果有人说要这个钱呢，是肯定是他的错误哈。是，感恩师父慈悲。另外在背后帮大家的，你留言我帮你的，从来没有想方设法让你要钱，没有的事。我没那么低级啊。对，这个我是每天很直白的做人做事啊。那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哈。所以这大家呢就要小心，哪怕用我的名字，你也要小心，好吧？没有说师父弄一个什么项目，大家赶快来集资，没有，千万要小心哈。就你自己做投资啊，做什么之类的也小心啊。所以现在经济骗子比较多，好吧？那你也想做到自己不上当的话呢，就是别那么大贪心。很多时候咱们上当啊，也别怪骗子厉害，人家都觉得跟你讲完这个故事哈，就给你做了这个布局之后，就是都是抓住人心贪便宜的心嘛。贪便宜的心来了之后，最后你的钱全被掏空了，所以挣钱存钱哈，像登天一样难。但是被套走钱，一不小心随时就没钱了哈。所以还是小心哈，珍惜自己的血汗钱，咱们还得养家糊口，好好过日子呢哈。所以呢，希望大家也有点智慧啊，少点贪心，就不太会上当啊。那么过年也到了哈，我也提醒，从风水、从道德，还有从吉祥角度哈，有些人趁过年过节，他会请一些巫师和法师哈，他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叫散灾。他叫不吉祥，他会拿有的是包着钱币，让你看到有钱币、小红包，或者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一个戒指，或者一把钥匙等等，他觉得有点价值，你肯定会捡。尤其一个小包包啊，甚至是洋娃娃，说你尽量别捡哈。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蛊惑的散灾的一个行为哈。所以不要轻易在地上捡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他们家的倒霉事儿，你捡了之后你就开始继承他的倒霉，可是他好了，你倒霉了，有这样的哈。有点像替什么什么的似的。就是对，他就有灾嘛，他请一些巫师做了之后，巫师说你把这个放在哪里，那贪便宜的就捡了之后就开始倒霉。就是这样，这要小心哈。是，所以这个部分，别贪小便宜，这个部分特别重要。对，因为大家不懂，觉得新年快到了，你看我又捡了个什么东西哈，这要小心啊。所以很多巫师他在做法的时候，他什么上都做了，他觉得这类东西肯定是有人喜欢拿的，他借你的喜欢。那最直白的就是红包装着钱，这个是挺麻烦的哈，要小心啊。就是别贪便宜。就其实反而是少吃大亏，不上当啊。新年到了之后呢，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开始注意哈，杜绝大吃大喝啊。还有呢，如果你不是有那么高智慧的话，我建议还是不喝酒的好啊。那喝酒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喝酒多了之后，人总是说过激的话。你犯的大事儿哈，有的两口子吵架吵了30年，都是说30年前你喝了酒之后说了一句混话，让人抓你一辈子，对不对？甚至30年之前做了一件混事，也是喝了酒，这个酒哈使人能犯糊涂啊，所以呢还是不喝酒的好，这样就会保持一个智慧清醒的一个头脑。同时呢也是展示给子女看哈，我们不酗酒啊，不抽烟啊，不沾毒品，不赌博啊，所以还有的人借春节的时候说放几天假，打个牌，赌个博，弄赌注哈，这些都是不太好的行为哈，这我认为不太好的哈，希望你呢能够好好过日子，所以我们辛苦一点的工作啊，但是我们做人正当啊，我们经济收入来源正当。这样呢，我们就是哪怕开着大门睡觉，我心里都是心安的哈。这样叫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就是虽然清贫一些，但是内心是平安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修行之后最追求的那个所谓最安详自在的生活方式哈。
这也是我也特别希望追求的。好，说了这么多哈，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全家幸福，收到；吉祥如意，收到。还得广播下一次的时间。对，好，下一期直播下周日1月15号亚洲台北时间晚上7点，北美温哥华时间早上3点。好，下周日我们再见。对，那你下一次参加就特别吉祥啊，特别快乐，在这里等着你。收到，感恩师父。好，谢谢大家。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我智慧了，我智慧了。
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